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大家平时聊起东南亚，可能第一反应还是新加坡的繁华或者泰国的旅游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一个真正的巨无霸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变强，它就是印度尼西亚。最近的数据太惊人了，印尼的数字经济规模竟然已经稳坐东盟第一的宝座。这个曾经被视为资源卖场的国家，现在正像开了挂一样，在互联网金融科技和工业制造领域全线出击。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，拥有 2.8 亿人口的印尼已经不再是那个只卖木材和矿产的邻居了，它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重塑自己的身份。很多人都在问，印尼会成为下一个东南亚的发达国家吗？它这种势头会不会让隔壁但新加坡感到压力山大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。要说印尼为什么能拿数字经济的第一，秘诀就在于它那恐怖的人口红利和跳跃式的发展。印尼有2亿多人口，而且非常年轻，这简直就是数字消费的天然温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印尼直接跳过了电脑时代，全民直接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。你走在雅加达街头就会发现，从打车到点外卖，从付钱到理财手机 APP 的渗透率高得离谱。像 GoTo 这样的本土独角兽，不仅懂印尼复杂的地理环境，更懂本地人的消费习惯。这种规模效应产生了一种降维打击的效果，让印尼成了全球资本眼中的香饽饽。这种从消费端倒逼技术升级的逻辑，让印尼在数字领域跑出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。而除了虚拟的数字世界，印尼在实体工业上的动作更是快准狠，因此直接改变了国际博弈的规则。印尼手里有全世界最缺的镍矿等战略资源，凭什么只卖原矿赚辛苦钱？于是印尼使出了杀手锏下游化战略。简单来说就是我不卖原矿了，你想买？可以来我印尼投资设厂，把加工制造甚至研发都留下来。这一招以资源换产业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。现在全球的电动车电池大厂都在往印尼挤，因为他手里握着产业链的命门。这种硬核的工业化跃迁，正在把印尼从一个原材料供应地，硬生生地推向全球工业基地的位置。配合上现在这种强人政治带来的政策延续性，印尼的黄金印尼2045愿景，也就是在建国100年时进入全球5大经济体的目标，看起来真的不是在画饼。这种脚踏实地的变强方式，确实让不少邻居感到了危机，尤其是新加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印尼变强了，新加坡真的要慌了吗？说实话，威胁确实是存在的。过去全球大公司想管印尼业务，都会把总部设在新加坡，但现在印尼的营商环境变好了，市场又这么大，很多公司开始动心思，想把决策中心直接搬到雅加达。这就是所谓的总部功能去中心化，对新加坡的吸引力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再加上印尼正疯狂吸纳全球的人才和风投资金，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。但咱们换个角度看，印尼变强对新加坡来说也是巨大的红利。印尼的新富阶层越多，他们首选的资产配置地依然是新加坡。印尼搞现代化建设，需要的法律审计、数码安全等高端专业服务，也正是新加坡的强项。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，正在让两国从简单的竞争转向更高层次的博弈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印尼的强大确实带来了紧迫感，但这更像是一种良性的倒逼。新加坡需要从区域管理者转型为高端服务与财富中心，而印尼则在努力成为超级工厂与数字大本营。未来的东南亚将不再是新加坡一枝独秀，而是双雄并起的局面。这种互补与竞争并存的状态，反而会让整个东盟在全球版图中变得更有分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印尼到底能不能成为东南亚下一个发达国家？
如果你是东盟的一员，你更看好印尼还是新加坡？或者你认为他们会走向共赢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